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正巧碰到这个外卖小哥，那我可能就遇害了。2天前，我想去取落在闺蜜家的包包，包包就在电视旁边的架子上。手机那头，闺蜜的声音明朗：“我今天加班，你先过去吧，反正你手上有我家的备用钥匙，3楼307。放心，你家门牌号我记得比我家都熟了。”挂断了电话，起身前往了闺蜜家。刚到门口，正准备掏出钥匙开门，突然听到里面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感到奇怪，动作停了下来。小美已经回来了吗？就在我犹豫的片刻，门突然向里面打开了，出来一个男人，30出头的模样，看着憨憨的。我愣了一下，那男人却抢着说道：“你先进来吧，他没在家。”这么熟稔的语气，可能是男朋友吧。我边迟疑边进了屋子，男人已经勤快地端了杯水递过来。我道谢后接过水杯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没什么异样，只有卧室的门虚掩着。男人似乎察觉到我的视线，往我身前站了站。我对着墙指了指：“我过来拿包的，拿了就走。那个包花了我大半个月工资，上次带过来是为了跟闺蜜炫耀一下，没想到竟然落在她家里了。”哦，我帮你拿过来。那男人挠了挠头，便去帮我取包。我拿出手机给闺蜜发了个消息：“行啊，男朋友挺勤快的，除了年龄大了一点。说吧，人在哪找的？”我噼里啪啦发过去一段文字，没过2秒，闺蜜信息就回过来了：“你说什么呢？我哪有男朋友？”我迅速提取到了闺蜜信息里的关键字：“没有男朋友。”那面前这人是谁？我脑海中迅速浮现一种可能，瞬间冷汗直冒，全身僵硬。那是这个包吗？此时我在看这个男人，只觉得他笑得特别怪异。我捏着包包假装镇定：“谢谢你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帮我跟小美说一下。”说罢我就往门口走去，明明只有几步的距离，但是我却觉得好远。刚到门口，男人突然开口：“时间太晚了，你一个小姑娘不安全，我送你到小区门口。”我顿时僵住了：“不用了，太麻烦了，我自己下去就好了，我送你。”男人依旧机械重复这句话，我全身汗毛倒竖，恐惧从脚底攀升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人在极端恐惧的时候是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脚的。我呆站在原地，突然听到电梯门打开的声音，一个外卖小哥如从天降般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。只见他还在低头拿着手机，看着像准备给顾客打电话。“张哥，这么巧，今天你送这一片区的外卖吗？”我装作很熟练地跟他打着招呼。就在他还在懵逼之时，我就迅速冲过去，死死拽住了他。他望向我，我知道我现在肯定满眼都是惊恐之色。他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般：“啊，对呀，我好像按错了楼层，正好送完这单，我今天就准备结束了，咱们一起去吃点东西。”我顺着他往电梯走去，不敢往后看闺蜜家。我知道此时那个男人正站在那里死死盯着我。刚出电梯，我迅速拿出手机给闺蜜打了电话，确认她真的不认识家里那个人。在附近派出所汇合后，带着警察一起去了闺蜜家。屋子里有明显被翻找过的痕迹，而那个男人已经不在屋子里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个男人是偷窃惯犯，那天在闺蜜家踩点，刚巧我去取东西，如果没有遇到那个热心肠的小哥，我估计就得遇害了。我差点被梦游的姐妹杀了，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几天前的下午，我接到了依依的电话：“琪琪，我晚上可以去你那边住吗？”能听出她的语气中略带委屈。虽然我们有段时间没联系了，但是我并没有拒绝。于是当天晚上，依依就拖着行李来到我家，看得出她心情比较低落，我就点了她最爱吃的烤串和奶茶，想着安慰一下她。中间了解到她因为和室友有了矛盾，吵了一架，想要在新找到房子之前单独出来住几天，可她似乎不愿意多提及矛盾的内容，我便没多说什么。稍晚些的时候，我就准备洗漱睡觉了。在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依依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我轻手轻脚地给她盖上毛毯之后，也回房间睡觉去了。后半夜因为口渴，我突然醒了，但怕打扰到依依休息，我并没有开灯，摸索着走出了房间。经过沙发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发现沙发上只剩下一条毛毯。依依去哪里了？难道上厕所去了？我因为困意缠身，并没有到处去找，拿了瓶水就直接回到了房间。我躺在床上想睡，却没睡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客厅里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。奇怪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会不会出啥事儿了？我刚想起身去查看，此时安静又黑暗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这种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啮齿类动物磨牙一样。我放缓呼吸声，环顾四周，突然之间，我注意到在房间的左前方，一个黑漆漆的人影直挺挺地站在角落里，正对着我。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拿起枕头使劲地扔了过去，大喊起来：“谁在那里？”人影躲开了，然而他依旧一言不发。只是接下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人影并没有做出什么多余的动作，他以一种极其僵硬的姿势缓慢地挪出了房间，随后便听到好像有人倒在了沙发上。我紧张地慢慢靠近门口，开灯向外观察，卧室里的灯光照到了沙发上，清晰地映照出依依的脸。刚才那个人影是依依。
他是梦游了吗？隔天一早，我询问依依，依依呀，昨天晚上你起夜了吗？依依摇了摇头。我继续问，那你以前梦游吗？从来没有，至少我自己是不知道的。我若有所思，但随后也没有说什么，就出门上班去了。深夜里，我再次醒了，起身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客厅，依依又不在沙发上。我预先给自己鼓气，随后大声叫喊依依的名字：依依，你在哪？没有人回应。我看了一眼厨房和卫生间，还有卧室，都没有人。难道出门了？这么晚别出什么事吧？我立马拿出手机给依依拨了通电话过去。在静谧的深夜，我清楚地听到了一阵手机震动声，不过这一阵震动声在响了几声之后戛然而止。我的目光死死地盯在衣柜上，因为我清楚地听到刚才那一阵震动的声音就来自那里。我走到衣柜边，朝着并没有关严实的柜门里望了过去。依依瞪大了双眼，正在衣柜里面静静地坐着。一瞬间，我汗毛竖起。依依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但是他依旧没有什么动静。激动的我立马上把衣柜拉开。你在里面干什么呀？我使出全身的劲把他拉了出来。依依被摔在了地上，跟随他一起掉落的还有一把水果刀。还没等到我回过神，他便迅速冲出了卧室。我缓了好一会儿，反锁好房门。凌晨3点，我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枕头下面放着刚才依依掉落在地面上的那把水果刀。尽管我认为依依是梦游，但是我依旧后怕，所以我拿起了手机，给依依之前的室友发条信息：睡了吗？正准备睡。什么事？你和依依因为什么事情闹掰的？小婷犹豫了一会儿才回复：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是不是依依和你在一起？我觉得她有点奇怪，你小心点，那女人有病，她半夜想对我动刀，如果不是我反应快就出事了，你最好别和她往来，她太恐怖了。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，直到天亮，我就找了个借口让依依搬了出去。后来我就和她便慢慢的断了联系，直到最后我也没弄清楚那2天晚上她到底是在梦游还是清醒着的。我再也不敢图便宜随便找民宿住了，现在想起来还是脊背发凉。几天前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日到了，忙碌了1年，我俩准备出去旅游放松几天。但是我老公是那种典型的铁公鸡。小冉，你看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我看了一眼他的手机，嘴角抽了抽。林泽，你又从哪个平台找的房子？民宿特价优惠，这个价格堪称骨折。林泽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想到之前出去旅游林泽订的那些房子，虽然有些小瑕疵，但是也还不错，我也就同意了。但我没想到后面竟然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进屋后，我看了看房子，意外地发现竟然还不错。想着已经很晚了，我俩就在沙发上吃着晚饭，看着电视。就在我困得不行，准备回房间睡觉时，突然听见有脚步声。这脚步声似乎是从2楼传来的。林泽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我惊恐地看着林泽，他皱了皱眉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们去楼上看看。可房东说了，房东在租房要求中写过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去2楼。当时签合同时，我只觉得可能楼上是储藏室之类的，也没多想。但现在听到那个声音之后，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。没事儿，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去上面检查一下。我跟着林泽慢慢走到了2楼。2楼是阁楼，只有1个房间。林泽拉动门把手想把门打开，这个门被锁死了。他趴在门口听着屋内的动静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俩返回到卧室，锁好房门，并给房东发了消息，想问清楚2楼里有什么。2楼放了一些杂物，抱歉啊，可能是之前有老鼠还没清理干净，你们要是害怕的话，我明天来看一下。我看房东态度诚恳，想了想，现在已经没有声音了，我们也不是常住在这里，只要不去2楼就行了。我就没要求他过来，毕竟之前这种情况也不是没遇到过，谁让林泽总爱订这种打骨折的房子。第2天晚上，楼上倒是没有再传出奇怪的声音了。今天玩了一天，我有些累了，便想先去泡个澡。刚进浴缸坐下，一阵清晰的脚步声传来。我坐直了身体，紧紧盯着浴室门，却发现脚步声停住了。没事的，林泽就在楼下，有什么事我喊他，他能听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浴室门被敲响，我吓得一激灵。小冉，
是我进来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是林泽呀。我看着他开门进来，刚想怪他为什么要吓我一跳，却发现他表情特别的不对劲。怎么了，林泽？他凑近我悄声说道。小冉别说话，听我的，你赶紧穿衣服，我们去收拾行李。我看着他的表情异常凝重，不禁有些害怕。我没多问，看着他着急忙慌地收拾完行李，以最快的速度拖着我上了车，直到上车后他才松了口气。小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房东一直在监视着我们，而且我怀疑他就在楼上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震惊地看着林泽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原来就在我洗澡的时候，林泽无聊地调着电视节目，无意间点了个按钮，电视画面中是个房间。虽然有些熟悉，但他并没有多疑，直到再次换了台，却发现我正在浴室洗澡的画面，他才意识到这是监控的摄像头拍摄的，这肯定是房东特地安装并用来看租客隐私的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别的企图。我看着林泽皱着眉，全身汗毛竖起，转头看向了别墅。黑暗中似乎有个影子就在阁楼上，拉开窗帘偷看我们。转过头，我和林泽商量着报了警，在房东还没来得及收掉所有的监控设备前就被警察抓住了。我们轻松的旅行变成了可怕的噩梦，从那之后我们再也不敢随便订房间住了。因为这件事，从此我们宿舍都不敢半夜上厕所了。这天周五晚上，我们心血来潮凑在寝室看咒怨，恐怖的视觉冲击让我们一个个心惊胆战，伴随着恐惧感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睡着。结果半夜我的肚子突然隐隐绞痛，可能是白天吃的地摊不干净吧。我便起身准备去上厕所，但我刚拉开帘子，看着静谧漆黑的宿舍，显得尤为恐怖。这个电影的后劲着实有点大。寝室的厕所在宿舍外面，在我们寝室隔壁，也是走廊尽头。因为要走出宿舍，我隐约还是有些害怕。真是的，早知道晚上不看恐怖片了。我缩进帘子里自言自语道，看了下手机时间，才凌晨3点，离天亮还有好久啊。我欲哭无泪，纠结了很长时间，最终还是决定去趟厕所。我喊了我上铺的姐妹小美，小美陪我去个厕所呗。我敲了敲她的床帮，小美睡眼惺忪地探出了帘子。她一直都知道我胆子不大，看了我一眼，揉了揉眼睛，没说什么就下来了。我拽着她慢慢走出了宿舍，刚到厕所，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顺手就拉了第一个隔间门，但却没拉开，可能是里面有人。我没多想，径直走向了第二个隔间，当然也没敢关门，就找着话题跟小美聊着天。小美，你有没有听过最近的新闻？就有个小偷去人家家里偷东西，主人都回来了，他躲在床底下刷视频，结果把自己逗笑了，直接就被抓了。这真是史上最悲催的小偷。一阵笑声从第一个隔间里传了出来，这笑声也特别奇怪，在安静的厕所里显得格外刺耳，让人头皮发麻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意思这旁边是谁？按道理应该是我们同楼层的人，多少也打过照面。出于好奇，我就透过隔间下缝隙看去，这一看却让我不寒而栗，是一个人穿着老式的红色胶鞋，而且还脏兮兮的，这种鞋学生肯定是不会穿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个人的小腿是笔直的，并不是在蹲坑的姿势，说明他就一直站在那边也不出来。我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可能是小偷，等大家睡着了偷东西，我强装镇定地站了起来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惊慌地拉着小美就往外走，甚至不敢回头瞧上一眼。安全起见，宿舍的门我也没关死，一边看着厕所一边把寝室的人都叫醒了。小美去楼下喊宿管阿姨，我们剩下的人还在盯着厕所的方向，等了许久，一直到宿管阿姨带着人来了，也没见一个人出来。我紧拽住小美的手，看着他们进了厕所。此时第一个隔间已经打开了，里面没有人，阿姨他们里外都找了一圈，也没见一个人影。卫生间的窗户也是封死的，完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怎么会？我低呼出声，满眼的不可思议。我看向了小美，小美此时震惊的表情告诉了我，刚刚我们在厕所绝对是遇到人了，可为什么那个人消失了呢？从那以后，我们宿舍都不敢单独半夜去厕所了。如果你半夜听到敲门声，随后又收到了爸爸的短信说他忘记带钥匙，你会去开门吗？单亲家庭长大的我，从小的性格就比较含蓄内向，所以20好几了也一直单身。这天闺蜜小美分享一个相亲交友软件，并且不断安利我，上面很多同城单身青年，她最近在上面聊得火热，我便也想尝试下。安装注册后，简单填写了信息，便开始和几个男孩子聊了起来。
但隔天晚上我就遇到了惊心动魄的事。晚上爸爸出去应酬了，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家。我洗了个澡后，舒服地窝在沙发上追综艺，突然身边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爸爸。他不是在喝酒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正当我疑惑，还没来得及接起电话，电话就挂了，随后就是一条短信：开下门，爸爸没带钥匙。此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就在我起身准备去开门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哪里不对。我明明记得爸爸走的时候，他从鞋柜上拿了钥匙。我走到门口，爸，是你吗？没有人回应。出于警惕，我趴在门上，透过门眼往外看去，因为楼道里的灯光比较昏暗，模糊间好像有个人影快速躲过去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回应我的只有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突突的跳，后背也冒出冷汗。没想太多，我赶忙拿出手机给爸爸拨了过去。门外确实响起了手机铃声，但奇怪的是一直没人接听。我再次透过门眼看去，外面的人好像被惊到了一样，快速地向楼下跑去，铃声也渐行渐远。突然电话接通了，可还没等我开口说话，电话那头就响起了爸爸的声音：我楼下的车灯忘关了，你帮爸爸先把门打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电话便挂断了。虽然有些奇怪，但好在听到了爸爸的声音，我也安心了很多，便索性把门虚掩地打开了一条缝，转身就准备继续窝着追踪。这时电话又响了，是爸爸拨打的微信电话。我有些不耐烦地接起来：爸，又干嘛呀？小可，帮我喊个代驾，我喝酒没办法开车了。听到这我汗毛竖起，我爸还没到家，那楼下那个是谁？此时楼下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我吓得面色苍白，在人影快到门口的时候，以最快的速度把门反锁了。门外的人好像急了，疯狂地拍打着门：爸，家里进来人了。电话那头的爸爸显然非常着急：小可，你躲起来，爸爸这就回去，快打电话报警。因为腿软，我坐在了地上，我从来没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我颤抖地拨打着报警电话。此时门外的人好似听到我报警了，便不再敲门了。安静了好一会儿，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是爸爸。他通红的眼睛满眼都是紧张，汗水也浸透了上衣，左脚的鞋子也不见了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喝多的小老头是怎么赶回来的。我抱着爸爸放声哭了起来。根据警方后续调查，这是一个拐卖团伙。我下载的软件能获取到手机的通讯录、位置信息，甚至我相册里的内容。找到地址后，又把我通讯录里的爸爸改成了他们的电话，又通过相册里我录制爸爸的视频，把声音处理成他的音色，目的就是拐卖无知的少女，更甚至贩卖受害者器官。之后在我得知闺蜜小美已经遇害了时，我痛哭不已，并有些后怕，如果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及时打电话过来，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经过此事，我再也不敢随便安装不知名的软件了。我从没想过，因为我拍的照片害死了人，而我也一直生活在愧疚之中。那天我跟闺蜜在一起聊天，突然听到一阵争吵缠斗的声音，循着声音便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被2名民警按住，他满脸愤怒，衣服脏兮兮的，嘴里一直在喊着：不是我，凭什么抓我？站在他们不远处便有个穿短裙的女孩，歇斯底里地喊着：就是他，你个变态，刚才要拍我的裙底。没想到这种事会被我碰到，出于爱凑热闹的本能，我心血来潮地拿手机把这一幕拍了下来。而嫌犯可能是听到我手机拍照的声音，便望向了我这边。也是很巧合的，我居然拍到了他的全脸。由于闺蜜的催促，我们便很快地离开了。晚上回到家，想着获取些热度，我便很快把照片发到了某平台上，标题为“警察抓住可恶的偷窥狂”。刚发出去没多久，很快就有人评论回复，基本都是指责偷窥狂什么太可恶，甚至还有人对我不断的夸赞，拍得好，让大家也都认识这个人，以后看到这个变态就都离远一点。博主真是正义使者。看着评论区涌入的大量正面评论，我满足的睡去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事情经过一晚上的发酵，热度一度冲到了前几名，参与评论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大家在把我当成英雄的同时，也开始人肉那个嫌疑犯了。他们扒出来那个男人的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，甚至家人的合照等。越来越多的键盘侠们这次总算是有机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指责着男人的一切。听说男人的妻子因为这件事跟他离婚，他的孩子在学校受到欺负，父母被人在街头羞辱，男人基本成了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眼见事情被越闹越大，我心里愈发的不安起来。果然在几天后出事了，官方发布新闻称那名所谓的偷拍狂是被冤枉的。多日的舆论让男人苦不堪言，并且最终自杀在自己家里。我瞪大了双眼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心里的愧疚更是袭上心头。当我再次打开社交平台后，发现上面的舆论也都变了样，评论区的言论开始转变方向。原本赞同我的网友们，现在立即变了一副嘴脸，开始用恶毒的语言咒骂我。拍照的人真该死。
如果不是你不分青红皂白乱拍乱发，也许男人也不会自杀吧，全是你的责任。对，应该判他死刑，给男人偿命，甚至问我为什么不去死。一瞬间，大家都开始为那个男人不平，心疼他的家人，好像前几天那场闹剧，他们完全不曾发言，全然没有参加。而更可怕的是，大家不仅指责拍照片的人，甚至开始有大量网友自发人肉。我上传的照片很快被破译，我的正脸被放大，家庭住址、人员关系、工作单位全部被曝光出来。我家门前开始出现各种用纸条写的留言，红油漆、黄符咒，这些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的东西开始出现在我家墙上。这些人前几天还是说我是英雄，现在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狗熊。我也确实体会到舆论的恐怖，渐渐的我从不安变成了恐惧，整日活在愧疚之中。当你洗脸闭眼睛的时候，是否和我一样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你呢？这种感觉在我搬家之后尤为严重，偶尔还会听到人的喘息声，但每次我强行睁开眼往后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。但后来一件更可怕的事情让我从此以后活在了阴影里。因为图上班方便，我便想在公司附近租房。很快我便在网上找到了一间公寓，房间刚装修完不久，房租也很实惠，但是房东唯一的要求是女生入住，这让我有些疑惑。在看房的时候，我就问了房东，他告诉我女生比较爱干净，不像男生一样邋遢。我便没多想，果断与房东签下了合同。我自认为我的警惕性比较高，所以在搬家之后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不但换了门锁，而且还在门口装上了可视门铃。因为刚搬新家，当晚我就喊了闺蜜小美和她新交的男友来我家玩。她的男友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人看着很干练，聊天中了解到他是一名特警，看着男友力十足。我也挺为小美感到开心的，因为收拾到很晚。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已经快迟到了，着急忙慌地赶出家门，恰好碰到了房东拎着垃圾从门口路过。房东，你来找我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就住在隔壁，后面几间也都是我的房子，你有什么事儿也可以随时喊我。我不禁有些羡慕房东，每个月收租不用上班也太爽了吧。因为着急上班，没多聊几句，我便赶去公司了。但没过几天，便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首先是我的零食会莫名其妙的变少了，其次是卫生间的镜子上出现了奇怪的掌印，位置比较偏左。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，以为是我无意间碰到的，便顺手擦掉了。但最近我总感觉每天睡醒会特别累，好像每天晚上跟人打了一架。出于警觉，我还特地看了家里的可视门铃和电子锁的开门记录，都是正常的。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甚至总感觉我洗脸的时候，好像有个人就在旁边看着我，隐约还能听到呼吸声。但等我睁开眼看的时候，却什么都没有。闺蜜还安慰我，你太多疑了，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，别不开心了，我晚上过来陪你聊聊天。晚上小美来了，还带着我最爱的奶茶和烤串，我们边吃边聊，心里确实也轻松了很多。期间小美去了卫生间，但随后神色紧张地从卫生间出来，拉着我走到了镜子前，指着镜子上的手印，满脸慌张。你看，这个手印很奇怪，虽然模糊，但这很明显是男人的手印。我的视线随着小美的手望过去，惊讶地发现这个掌印的位置还是一样的靠左，而且明显要比我的手掌大一些，也印证了小美的说法，这肯定是个男人的手掌印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互相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。小美颤抖地拿起了手机，拍下了照片发给了她的男友。她男友很快赶了过来，安全起见，他很快检查了一下屋子，包括柜子里、窗帘后，甚至门口的可视门铃都没有发现异常。那掌印好似凭空出现在镜子上似的，难道这是灵异事件？这不禁又让我心惊胆战起来。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，小美的男友一直注视着镜子，只见他突然用手按在了镜子上。不对，这镜子不对劲。怎么了？我哆哆嗦嗦地问他。我的手指与镜子里的手指之间没有空隙，这是一面双面镜。随后他又轻轻地敲击了镜面，声音空洞且带有回响，这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。双面镜的话，如果对面有人，他是能看到你的。随后顺着掌印，镜子竟然被他推开了。此时房东的脸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，他满眼血丝，好像被惊到了一样。我满脸不可置信地大喊了一声，是房东。随即小美的男友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把她按在了地上。小美也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事后了解到，房东经常通过改装的镜子窥探着我，甚至在我的零食里放了药，通过针孔摄像头发现我熟睡后爬出镜子侵犯了我，而且把视频还传播到了网上。可怕的是，这一切我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，
小美安抚了我很久很久，该付出代价的是那些坏人，不是你的错，不要把过错全都加在自己身上。我抱着小美痛哭出声，这个畜生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我从没想过，手机上和我聊天的竟然不是我的姐姐。我的姐姐毕业后就去了外地，我们每天都会聊天，分享一天的趣事。今天早上，我连续给姐姐发了3条消息，都没有回应。我虽然有点疑惑，但以为姐姐是忙于工作，就没当回事。第2节选修课时，小可，姐姐在上班的路上，脚被砖块砸伤了，你能过来看看姐姐吗？看到姐姐发来的消息，我有些担忧，但是隐约感觉她说话的方式有些奇怪。小可是我的小名，可姐姐一般只有生气的时候才这么叫我，而且姐姐都直接说我，很少自称姐姐。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我盯着屏幕，刚想回复，那边突然又发了2个哭哭的表情过来。我皱了皱眉，那种不安的第6感又涌上心头，就好像对面在跟我聊天的根本不是我的姐姐一样，因为姐姐聊天从来不发表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回复道：姐，你发个视频给我看看呗，我看看你伤得严重不。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回了一句：好吧，你等等。随即一张照片发了过来，是姐姐的脚部照片。我们之前一起做美甲的图案还没全掉完，脚面上还裹着纱布，但应该不是很严重。我松口气，看样子是我太敏感了。我又和姐姐说了几句话，但她话里话外都是让我过去看她的意思，我便只好答应她。我明早请完假就来看你。不行，对面态度强硬，随即似乎认识到不对，放缓了语气。姐姐一个人晚饭都做不了，小可晚饭前能到这吗？晚饭前我试试吧。心里却对姐姐这样强制的态度有点抵触。下课后，我赶忙回到寝室收拾行李。小可，你去哪儿？室友问我，我顺手把手机递了过去。我准备请假去照顾一下我姐，她脚受伤了。室友看着手机，我们一会儿要排练啊，明天就要上台了。我看你姐不是有人照顾吗？我心头一震，她不是一个人吗？我迅速凑了过去，你看这角度，明明就是另一个人拍的。我拿过手机，打开照相功能往自己的脚拍去，尝试了几次，果然这个角度很难自己才能拍到。我觉察到不对劲，我赶忙拨通了姐姐的视频电话，铃声响起不久便被挂断了。姐，你怎么不接视频？对面很快回复，姐姐现在很累，打视频干什么？你不是马上就过来了吗？我盯着她的回复，猜疑越来越重。姐，你上次给我买的那条裤子的纽扣掉了，我带到你那儿，你刚好帮我缝一下呗。好，那你带过来吧，我顺手帮你缝了。看到这段话，我如坠冰窖。他上次给我买的明明是双鞋子，而且他根本不会缝衣服，现在跟我聊天的到底是谁？我越想越害怕，赶过去的同时也给发小打了个电话。他和姐姐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了解了事情原委。他主动提出装成物业先帮我去看一下。我坐在车上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家里的灯是亮着的，我敲了好久的门，没人回应。你姐是不是睡着了？那你有听到狗叫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难道出去遛狗了？坏了，真出事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赶忙打电话报警，警察也说很快就到。我赶到的时候，看到警察正好押着几个人出来。我冲进屋子里，最先看到的是躺在门口僵直没了呼吸的乐乐。我身体不自觉地抖了起来，走进卧室，看到发小正在安慰着姐姐，鼻子一酸，直接冲过去扑到姐姐的怀里，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是一个拐卖妇女的团伙，早就盯上了一个人住的姐姐，并在早上姐姐准备上班时冲进了姐姐的屋子。可没想到我刚好给姐姐发了消息，就想把我也骗过去，我才会觉察到不对劲，并且报了警。也很感谢我的室友和发小，如果不是他们，那后果真的不敢想象。室友的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一辈子阴影。我们大学的宿舍是上床下桌的4人宿舍，还有一个大大的衣柜，分成4个人使用，每个空间都比较充足，能放很多东西。我其中一个室友叫小美，性格比较孤僻，平常跟我们也不怎么说话。虽然在一个寝室，但她总是独来独往，从不与人亲近。而最近我们寝室的气氛更压抑了，可能是失恋的原因，小美在寝室一连哭了好几天，大家晚上也总被她的啜泣声吵醒。虽然知道她听不进去，但我们偶尔还是会安抚一下。这天晚上9点半，洗完漱的我们发现小美还没回来，但是以前她经常夜不归宿，所以大家并没有在意。小可还在一旁说：“真好，小美不在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”就是她在寝室感觉气压都变低了。小西也应和着，还八卦起了小美的男朋友。我也在一旁笑盈盈地听着。很快10点多，寝室熄灯了，麻吉先生的视频也刚更新，我也兴致勃勃地在评论区留言。突然收到了一个短信，是小美发的：“我晚上不回寝室了，麻烦帮我锁个衣柜，钥匙在我桌子上。”没多想，我回复了好。我虽然不情愿，但
但还是摸黑爬起来帮她锁了柜门。第二天必修课比较多，但小美依然没来。我心想着是不是睡过头了，小可还帮忙答了道。下午课间的时候，我便打电话过去，发现电话关机，她估计手机没电了。晚上小可买了螺蛳粉回寝室吃，我忍不住吐槽这味道真的冲。因为第二天的考试，我还堵着鼻子紧张着复习。奇怪的是，当天晚上小美还是没回来，我也打了几通电话，可都是关机状态。我又给她发了信息提醒，小美别忘了明天考试。想着考试她肯定就会回来了，可直到考完试小美依旧没出现，我们才意识到不对，赶忙通知了导员和学校。一整天时间，老师和同学都在帮忙找，甚至小美的父母也连忙从外地赶了过来，一直没找到，也没有人见过小美。警察也很快介入调查，我们3个配合录完口供到寝室也已经很晚了。洗完漱便昏睡过去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了手机的短信声，打开手机看到已经凌晨1点多了。我瞳孔大张地盯着这条信息，脸上渐渐地冒出了冷汗。短信是小美发的，麻烦你帮我开下衣柜。我瞬间意识到了什么。安静漆黑的寝室，我缓慢地挪开被子，坐了起来。我望向衣柜，甚至不敢下地。我颤抖着伴随着哭泣的声音喊起了他们。随后小西跑去通知了宿管，我不敢在寝室待着，小可便陪我走到了寝室门口。2名宿管听了小西讲述后，其实也是胆战心惊，但职责所在，还是拿钥匙打开了那个柜门。里面的景象顿时吓坏了大家。柜子里是头发散乱、身体僵硬且浑身带着点排泄味道的小美。她是打算把自己关在柜子里活活憋死，也许实在是饥饿难忍，求生欲让她发了那条令我毛骨悚然的短信。最后奄奄一息的她得救了，我们也被吓得不轻，果断在第2天要求学校帮我们换宿舍。小美在那之后也被爸妈接回去了，直到毕业，我也再没见过她。